讲到石油，你想到什么？加油站、汽车，都对。但如果我跟你说，我们对石油的理解可能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了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我们以为超熟悉的黑色黄金，它背后那个又真实又脆弱到不行的那一面。好，我们先来玩一个思想实验，想象一下如果了，明天你一觉醒来，全世界的石油就这样，噗，没了，会怎么样？你心里想的八成是车子开不了了，对吧？不幸的是，那真的只是个开始而已，连开胃菜都算不上。真的，很多人一听到什么石油危机第一个念头就是不，交通大乱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个想法真的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。事实上当石油这个总开关被啪一声关掉，停下来的可不只是路上跑的车子，而是我们整个现代社会的心脏。所以你看真要发生石油危机，我们第一个感觉到的可能还不是路上变多空旷，而是你冲去超市发现货架上空的，你去医院发现连最基本的药品可能都缺货。为什么？因为撑起这一切的全球供应链整个断掉了。这就带到一个超核心，而且老实说有点颠覆三观的点。我们都以为我们活在一个高科技的数位时代，对不对？靠的是什么？矽晶片嘛。但真正的现实是，我们这个文明世界，它实际上的物理地基根本不是晶片，而是碳氢化合物。没错，就是石油，是它盖起了我们眼前看到的一切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拆解一下这个黑妈妈的议题，它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它到底怎么像一副看不见的骨架一样，撑起我们生活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？你看炼油厂这东西真的超神奇，它就像一个魔法厨房，把黑黑的原油倒进去加热，在不同的温度下就会跑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你看看最上面变成我们在家煮饭的瓦斯，中间呢，哇，这可厉害了，塑胶、药、衣服都是从这里来的。在下面一点才是我们熟悉的给飞机卡车用的燃料。那最底下剩的渣渣呢？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柏油路。所以你看，说石油只是燃料，这误会可大了。那我们的脆弱点在哪？就在这里。你想想看，全世界有整整20%的石油都要挤过一个超窄的赫姆兹海峡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只要那个地方那个咽喉要道一发生什么冲突，砰！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，从你家瓦斯炉到医院的药品，再到马路上的柏油，全部可能一夕之间就没了。所以说，一旦这条生命线断了，我们现代生活最重要的3个柱子会立刻垮掉。而且更头痛的是，你可能会想说我们不是有绿能吗？恐怕绿能也救不了这个火。好，第一根柱子，粮食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天吃的饭、吃的菜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吃石油长大的。这话一点都不夸张。你看田里的耕耘机要烧柴油吧，让作物长得又多又好的化肥原料就是天然气跟石化产品。所以一旦没有石油，不只是田里收成会变超差，就算有东西收成，也根本送不到你家餐桌上。这时候你一定会问，不是有生质燃料吗？用玉米做的那个？理论上可以，但魔鬼就藏在细节里。你看这个成本，生质燃料比传统燃料贵了好几倍，这还没算它要用掉多少土地去种原料，那可是跟我们人抢粮食所以说现阶段要靠它来撑起全世界的需求，不太可能。再来第2根柱子，医疗。我跟你讲我们对石油在医疗上的依赖真的会吓到你。你随便走进一家医院看看，那些最基本、最关键的东西，医生戴的无菌手套，病人打的点滴管跟点滴带，护士用的注射器，甚至连我们头痛吃的阿司匹林，我告诉你，这些几乎通通都是石化产品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不用别的？因为我们几乎找不到替代品虽然我们听过什么用玉米做的环保塑胶，但你想想，在医院这种地方，要求的是绝对的无菌、耐用，而且成本不能太高。很抱歉，那些替代品目前没有一样比得上。这种人命关天的地方，谁敢开玩笑
这就带出了整个问题的核心，一个概念叫做制造缺口。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已经找到方法，用太阳能、风力来取代烧石油发电，这部分我们做得不错。但是我们还没找到方法来取代用石油做东西。做什么？做那些塑胶、药品、衣服，这些构成我们生活的实体材料。哇，讲到这里好像有点绝望，对不对？但别担心，问题总有解法。那到底该怎么办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，从我们自己到整个国家，可以怎么打造一条保护自己的生存护城河。首先，第一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，就是我们自己。这需要一个心态上的转变，叫做反脆弱。说穿了就是减少那些用一次就丢的东西，像是快时尚的衣服、便宜的抛弃式商品，学着修理东西，重复使用。然后在家里，可以准备一些基本的医疗用品和干粮。重点是让自己变得更强韧，而不是更脆弱。好，第二层拉高到国家的层级，这个就很直接了。关键字就是多元化，白话文就是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石油这个篮子里。所以发展太阳能、核能这些当然很重要，但同时也要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战略储油，以防万一。你得记住，能源的主权其实就是我们生存的主权。最后第三层是科技，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一种务实的乐观。意思不是说幻想明天就有黑科技出现，而是要把钱跟资源花在刀口上。花在哪？就是那些能真正解决我们刚刚说的制造缺口的技术。比方说更厉害的回收技术，可以把化学品再利用，或者研发出性能真的可以跟石化产品一较高下的新一代生物材料。所以绕了一圈，你会发现最终的核心其实是一种心态的转变。我们要重新学会尊重物质，并且真心去拥抱多元。一方面，我们要感谢石油，它真的创造了现代的奇迹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努力去打造一个不会被单一资源掐住脖子，一个更有韧性的未来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最后也留一个问题给你自己想一想，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，你自己的那条生存护城河准备好要动工了吗？